國服西施來了也是2屁股，當前版本最超標的戰場8階教學來了。打野本質思維都是通用的，偷聽同職業英雄上手只會更快。如果你玩以上的9大戰野，或者想拓寬自己的英雄池，那麼本期視頻你絕对得耐心看完，跟我學會這9個英雄和思路，我能保證你能應對當下環境的所有陣容和局面，並且不吃熟練度嘗試，上手就會。那麼本期視頻我們要講的是英雄登場。這把巔峰前2把的對局素材來源於我兄弟玩了5年云音啊，对位的露娜吃发育，前期斩杀线低啊，可以反野。如何判断自家陣容支不支持入侵，主要是看搶線速度还有對抗強度。敵方中野輔前期都非常弱勢啊，並且即使西施升到2級也沒有太多的威脅。孫策也有亞瑟的線權，就可以直接先進野區排草找人了。河道跟亞瑟遭遇，不用管他。雖然孫策出泉水慢了，但我們中路搶線很快啊，可以先支援。藍區沒有找到露娜，此時他要麼放藍紅開，要麼換自家藍去了。8階帶藍前期戰鬥力強啊，對面留不住我們，就可以打出信號示意中單先回去看一眼。快速反掉藍之後，本來是想直接走的，不過對面這個站位好裝啊，直接回頭打一波狀態。這裡失誤了，差一點把元輔留住。此時身上帶藍，正常情況下是可以利用這一波的狀態差和雙方的前期強度差距，繼續往裡進反掉藍區的小野的。但我們這個打法的銘文是帶的百川啊，對比宿命虛空前期強度稍差一些，並且容錯更低，被控一套可能會直接掉啊，那就直接先回收自家野區。不過這裡又失誤了呀，我們在反到對面野區之後，對面只要中軸站人，都會利用我們野區滯留多的時間差，嘗試反掉我們外區的雙珠啊。只要我們沒有被打速率差的風險，這一波其實是應該先回紅區再刷上來的。不過這裡歪打正着，反而被孫策抓到了一波機會，打掉了站位失誤的元輔啊。這一波拿掉紅之後，注意觀察地圖，下路的3角區資源全在啊，這一波就沒有必要先收自家靠內的小野了。我們回去刷掉猴子，必然是來不及再來反這一隻赤甲的。敵我中立2選1，肯定是優先反掉對面的更好。在藍區看到露娜原地卡被動哈氣啊，不讓我們繼續進藍。雙方都到了4級，沒有了等級差，對面不傻，這一波是不好組織大規模入侵的。不過可以從開局得知露娜是紅開的，那麼他的雙珠會在2分鐘左右刷新啊，雖然反不了大的，但是可以反小的。此時地圖敵方社服很明顯正在下靠，嫦娥打出集合信號示意接團，這一波直接配合魯大的先手開團，打了一個2連的吊點和元輔的閃現啊。關鍵點來了，雖然這一波有人數差，但還是盡量優先繼續打人啊。趁對面站位還未成型的時機，一個接一個的把對面的作戰能力打掉啊，給我們自己一個安全的拼場環境，才是入侵野區的首要目標。配合隊友打跑露娜，就沒有彷徨的風險了，一直保持一個正義5打1，前期有保護機制，就需要盡量創造優勢的對抗環境。解憂結束，回野區前再蹭一波線，再過掉野區，順便把狀態回滿了。孫策在下被掛邊的西施蹲到，這一波中線權我們有人數差啊，直接搶，然後再回收一輪自家的紅區。出野區時進對面藍區看有沒有小野啊，主要是因為對面很崩啊，龍團基本上是接不了了，所以這裡也可以交個場反個赤甲。大優勢下河道直接控死，露娜藍 buff 剛剛刷新，這一波他必然是不在正面的。上路面臨人數差下，隊友非常聰明啊，直接踩進了紅背。對面的動向一覽無餘，西施想把紅區踩回來已經是完全不可能了。這波拼城運氣有點好呀，露娜先交了城，但沒到斬殺線啊，被我們一個大招砸下來搶到了。小野也順帶反掉，這一波對面西施吊點亞瑟漏下，露娜只能優先守中，上路只能放掉，跟隊友一起順勢拔掉上一塔，再帶的射手回野區給我們提速啊，置換出節奏，花費了時間。射手沒有接紅想法的動向，那就先刷紅區提速率，中線讓隊友雙人經濟最大化。這一波出野區時，我們就不會落後支援。這一波赤甲我跟露娜都在，但我們人多啊，可以直接滾進來搶。順手搶掉下路線權之後，觀察到中塔沒有危險，就可以接着對抗。這是因為嫦娥機制特殊啊，正常情況下我們不要帶着射手來邊路打呀，很容易就會把中塔玩沒，得不償失。話音未落，元輔架台子給我們中塔壓力，我們往中轉，對面撤回塔下，只是對面藍區剛好刷新啊，但這一波操作可以說是拉完了，決策倒是沒什麼問題。看到亞瑟脫節，想跟隊友配合一下打個吊點，最後是想接魯大 combo 被反殺了，隕落在了一塔前。從泉水出來之後，經濟差僅剩800了，跟遊戲重新開始沒有什麼區別啊。現在標題改為8屆前期沒出節奏，該怎麼破局，不讓自己被拖到後期被抽陀螺呀？
先把自家的藍區收掉，再來上路把露娜給的後線補了。注意這裡，露娜身上的紅是在他們家剛拿的呀。隊友在中路開了一波節奏，利用對面調整狀態的時機摸進上路 L 草，露娜紅區刷乾淨了，且敵方射服體系大概率利用我們隊友放掉中草的時機，把中軸踩回來一邊了，所以這波上線沒人可以帶。我們銘文帶的是百川，清線很快，往後給個假視野，藏進對面野區找機會。因為這一波上路沒有傳送陣啊，轉線打不起來，也吃不到雙線，但可以藏進對面野區，卡對面射輔回防，或者嘗試要蹲出來補線的西施啊。打出信號示意隊友支援，西施完全想不到一個8階蹲在了小草，並且一套還能直接給他秒了呀。那麼這個上2肯定就是隨便拔了，但轉線前切記啊，把線搶掉再走。對面迫於上線的壓力，加上人數差局勢下，其實只能放掉這個中1塔呀。但露娜想靠操作和機制進手，最終是被我們再次打了一波持續吊點，進而不斷的被我方利用人數差擴大優勢。這一把前期非常順風啊，加上對面給我們的正面壓力很少，所以直接裸了把黑切啊 ，CD 已經滿了，10幾秒的大招就可以隨便用了，快速過一輪自家野區啊，隊友已經站好了对面的藍區視野，還有一波堆積的上線牽制，那麼這個藍肯定也是給不到露娜身上的。臨近10分的龍點，我終於找到了一把少數徹徹底底的上高反面案例來給你們講解啊，為什麼破高是大部分對局的難題。拿掉黑豹之後，原色就犯了第一波大忌，提前截掉了中線，導致卡不住雙線或者3線齊進啊。我方在壓了一波之後才發現，對面元輔加西施的守線能力很強，並且這一波我們打野也攤了野區，沒有跟團給隊友創造壓塔的環境，然後在最後還有一波能用黑豹打一波的時機，又折返回來開雙龍啊，導致黑豹 buff 直接浪費掉了大半。好，回來穩條主宰問題也不大，但最終在終於打出3線準備推進時，又在高地前隨意的暴露視野，加上疊位了，對面非常輕鬆的就得知了我方的意圖，從而間接導致這一波我們被西施開到了。這一波就純純的運氣不好了，就算我們沒有被開，也會有別的隊友被抓到機會的。要想最穩的話，最好就是在線進塔前藏住啊，這樣也能在關鍵時機到來前提前保存狀態，方便越塔。復活出來後，對面知道紅對我方的重要性，抱團來反，西施藏住了視野，必然在反蹲啊，直接往他那邊壓，吃拉霸體回拉。隊友沒有了限制，魯大直接閃開，最終是配合孫策打了個1換1啊。我們回泉水補了波狀態出來，人數差局勢下，隊友只能放掉中左，但踩住中右時發現對面前後排脫節了，直接勾搶2段位移，配合魯大留住元輔。後續孫策又帶人撞到了剛復活的西施啊，5打3優勢在我，直接壓塔打人數差。這一波單線壓一定要注意細節啊，我們不能犯跟對面同樣的失誤。一套技能沒開到射手，立馬往後拉，但看到魯大超絕距離開團，直接回頭跟2屁股直接秒掉了半血的艾琳啊。雖然最後朱越沒有留住亞瑟，但配合孫策的控制鏈，直接再秒掉了一個半血的露娜。那麼遊戲就到此結束了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